好，那么他们办了一个这个2025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每年都有了其实基本上就是老美要卖你武器了那重点这是在无人机说有无人机合作的潜力那另外呢，这个昨天跟今天这个黄雄他们基金会呢办了一个这个兵推，那分成2组我们的组跟老共的组然后还有外国的组然后呢，照理讲昨天他们有4个阶段有4个阶段，我看哪4个阶段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威责你，老共希望你不要搞台独，不要搞台独了你要宣布台独的，我打你了，不要搞台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公务船舰就到我们的12海里领海了我在这里了然后第2个阶段呢，你不要台独呢，来谈统一吧然后呢，就派出3个航舰的这个战斗群在南海跟第2岛链间演习同时呢，海警实施拦截，强迫运天然气或是军备的船开到大陆去，不要在台湾停泊到福建然后第3个阶段叫惩罚你，希望你投降开始发动攻击，首先要夺取东沙，然后宣告这个除了撤侨，北京已经同意你撤侨的行为以外，各国的撤侨不得进入台湾港口，船都不能来了。开始只有军备啦，这个天然气，现在所有船都不能来然后呢，用远程火力攻击能源、这个通讯的设施网络、金融、电信网络攻击你等等等等。然后细节没讲，说这个时候台湾出国的机票狂涨30倍原来这机票可能只有5万，现在要涨到150万那否则你根本机票都没有，大家拼命抢了，要跑嘛好，那昨天呢，本来应该到了对不起，昨天应该到了第3阶段，就是他们已经把我们东沙拿了，但是昨天的防守这个阶段防守的这部分的部队没有准备，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呢，这个主要的裁判官李喜明就说，今天继续本来昨天就应该3阶段完成了，说今天呢继续那说呢，这个我们按兵不动，你已经到我们的领海了还不动，你应该动要反击要干嘛都好，没有好吧？这个美国有2个上将来，前海军的上将，日本1个空军1个海军上将来说呢，美国说我们会协助台湾开辟安全航道，就是你这边阻拦我了，我给你美国帮你第7阶段保护你，开辟一个安全航道。日本说呢，如果美国介入了，如果美不动我不动，美国如果动，我们可以依照安保条约提供协助，因为日本跟台湾没有任何的这个协约防卫等等，但是美国跟日本有，所以如果美国来，日本就可以提供他一些后勤的资源等等。我们看一下。周三在台北出席台美国防产业论坛，陪同了还有美国前军方官员和数家国防厂商。What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do with Taiwan is to strengthen our deterrent, to make it so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every day wakes up and says, today is not the day. We're not ready. 要拼刺猬化台湾，但随着川普再度上任，部分国防职务尚未确认，主办方揭露过渡期的现况也是讨论重点。But overall, looking behind the scenes right now, it's encouraging. We haven't missed any beat thanks to very strong engagement by AIT and Indo-PACOM on Oahu. And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tical appointees settle in, we're expecting a continued expansion. 自2023年起，无人机的运用更连续成为论坛的焦点，今年自然持续着重。我想创建一个我们无人机的自主的生产的能量。然后创造一个飞鸿的供应链，甚至打入国际供应链的市场，都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只是作为不对称战力利器的无人机，台湾有办法复制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吗？除了数量、产能得拉高，也得应对无人机强国的中共。不止硬体、软体实力，以及能否加入盟军系统链，对台湾来说都要跟时间赛跑。好，那么媒体在问了说中国已经进攻了，到拿东沙了，怎么台湾组为什么静悄悄的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是准备没准备好呢，还是一下下注了？不知道怎么办呢？照理讲，这种兵推，你就是要不是在谁胜谁负，而是说什么地方有缺陷，以后要改进那另外呢，美国国防部长说，印太是优先战区，中国积极演练入侵台湾
哦，所以他们也是假定哦，比如说2030和2027年老共打台湾的时候，那台湾该怎么办？哈，来，马委员，你是国防委员。就这个部分，因为以现在这一场兵推是由民间跟学术单位他们下去做这一场兵推，那因为他们全都是退役的将领，那其实很重要，他们在现役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现在才两岸兵凶战危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缺什么？我觉得刚刚说，我们本来在第3阶段，那怎么我们都没有动作？其实那个动作是要我们的3军统帅，因为刚刚说的这些都是退役的将领，他们不能做什么样的决定。那到底我们需要打什么样的仗？这个还是要看赖总统3军统帅他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参谋总长。还有就是他的决心，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常常看到兵推，因为之前也有听到有一些兵推，其实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会影响，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在常常我们都会认为说，这个兵推大概是又有什么要卖给台湾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滨海作战，然后一直往内，大概都是整个打城镇战、全民皆兵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想就在这个兵推的想定，我们还是希望其实应该要让大家有决心。这个等一下那个军人薪水的那个讨论，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精神战力的象征。说到以前了哈，就我记得我当立委的时候，当时的整个策略就是制空制海反登陆嘛，在海上在空中把你打掉了，所以根本不让你登陆嘛。那美国现在每天讲说他会登陆啊，你这个是不够的啊，所以美国已经把那个防线撤后了，要你打什么不对称战争啦，什么派出所装飞弹啦，全民皆兵啊，医院现在都要准备啊，战时要怎么办？已经变成打到台湾的这个本岛来了哈。其实这是美国人一直讲的。那美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可能看这个研判啊，两岸的这个兵力的消长啊，美国自己国力的这个状况，他做这样的研判，所以变成现在演习已经不是只是制空制海了，都要上来了，看要怎么办？来，玉敏。我觉得看到这个兵推，刚刚看到那几个阶段事实上你如果更仔细的去看那个实境的话，你真的会替台湾感到担心因为特别是刚刚提到说我们的现在能源的一些设施这么的脆弱，那它其中有一个战略，它就是要封锁我们的这一些运天然气的船，通通不能进来。光是这一点，你看。我想到我头皮发麻，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天然气的比较占超过50%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自己的能源先瘫痪了，你后面怎么样去作战呢？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整个国防部整个总统府真的要好好去思考。他之前在讲这个核能的部分，不要核能，它是在国家安全的层次上面，它其实是会贡献心力的。那再加上这个昨天我们在立法院审这个要帮军人加薪这件事为什么要帮军人加薪？两岸的这个紧张跟兵凶战危，家长感受到了，我们的役男也感受到，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役男本来已经签了志愿役这个之前大概就是说宁愿这个赔钱也要走开的，大概有400多人，4年来这个已经成长了4倍，已经1000多人了。就是大家在现场上感受不到说，这个为国家打仗，然后可不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所以国民党昨天是很负责任的，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志愿役更可以稳定军心在现场所以我们的加给希望到3万，然后义务役的部分希望比照这个基本工资。结果大家知道，民进党的委员昨天在国会里面怎么样吗？每一个上台发言都反对，说哎呀这个违宪。这是肉童法案，我们已经对国军很好了，比起其他国家很好了，不要再加薪了。还说这个国军不是劳工，所以不应该领到基本工资。这个听了国军会非常的泄气啊！民进党你是要我们的国军去帮你打仗但是在支持国军加薪的这件事情上，所有立法院民进党委员通通都反对，还有我们的行政院院长说什么？我们要救济这个我们不认又不认了。国防部部长说什么？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排挤其他预算，请问你们有哪一个是在帮国军弟兄真正讲话？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部长您
的看法，不要去配合行政院，因为听说国防部昨天也发声明，要配合复议或者要释宪。军人加薪法案通过，蓝营立委恳请国防部向行政院建议不要复议和释宪，把他们的福利拿掉，他可能也会影响大大的影响他们的决心跟战力。能够照顾到官兵的待遇福利，这当然都是乐见的。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国家整体施政的衡平性跟国家整体财政的裕度。志愿役官兵明年元旦开始一律齐头式加薪3万，只是政院已把丑话说在前，针对法案将寻求救济手段。顾立雄闭口不谈要不要跟进行政院，毕竟一头是行政部门，另一头是基层官兵。在野党也反呛，难道照顾国军只限执政党才能做吗？事前复议被行政院再度端出，加薪3万元要进到国军口袋，恐怕还有得等。志祥。其实你就会看到民进党逻辑非常奇怪哈，他不断的强调两岸兵凶战危，大概就是好像可预见未来两岸就要开战了哈。你知道在任何的时期、历史时期，任何国家的战争啊，人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武器都是人操作的，所以军心士气，然后常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那古代说什么像什么先登、宪政、夺旗、斩将哈。那些都赫赫之功，都是重赏，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要去达先登之功，你得要把命拿去拼呢。我就问嘛，军人跟平民百姓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军人要上战场啊，两岸打仗以后，死的第一批可能就是军人啊。说真的，那今天军心士气难道不重要吗？不敢讲说每个都是看待遇啦，哈。但是你今天待遇其实是一个尊荣，是一个尊重，是一个鼓励。那今天在野党哈。比你还关心两岸兵凶战危，不是觉得一个很可笑的事？那更重要的是，今天立法院都3读通过，你别的事情你要去搞什么释宪啊，搞什么复议啊，你要去羞辱立法院、羞辱在野党，坦白讲，我们也习惯了啦。反正大法官你御用的嘛，哈。可是军人呢？你今天我们通过的法案，给军人的那个待遇跟福利提高，你跟我讲，抱歉，我行政院我反对，我要复议，我要释宪。你不是赤裸裸打击军心士气吗？你所有军人看在眼里，怎么讲说？哦，搞了半天，民进党政府说两岸要打仗了，可能快要打仗了，兵推都很危险啦。然后我们要站在最前线，要开始作战了。就你跟我讲说，立法院已经通过的待遇福利，我不认，你们不值得。我想请问你叫军人如何为国家，心里寒不寒嘛？那更何况你去看到说。两岸之间，你去看到民进党到现在为止，我想说句实在话，今天如果说你看我们现在边线比也不足啊，我们军官这个士兵士官，坦白都不够的，那都不够情况之下，显然就是你今天你要有足够的诱因跟足够的机制，把我们的人力军力先补齐嘛，连军力都补不齐，你还跟我讲战争？最后更重要，你民进党自己都说啊，国防预算。你下个预算会期啊，你可能就要增加到3%，甚至有说更多啦，可能多了2000亿、3000亿、5000亿都有可能。那我就问你，拨一部分改善军人待遇，到底有什么不可以？非常奇怪。因为它的增加的 GDP 的实现了2.5%嘛，国防预算变成3、4、5，增加的钱要买美国武器，拍美国人马屁，怎么可以增加你军人的待遇呢？你增加军人待遇，你就排挤我买美国武器了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去中国当和平大使，馆长到上海6天的行程。那他主要搭高铁，他为什么要搭高铁呢？因为他主要是呢让大家看看，说呢这个高铁是有靠背的，厕所是有门的因为他们说大陆高铁没有门，这个背没有靠背坐很久腰酸背痛。那他第一天的 YT 直播就破了27万人观看光抖内就捐了30万，这还不算 YT 另外给的广告的分润还不算那他主要说，他说我是点名王一川因为王一川大概之前说高铁没靠背，给你看看是有靠背的我刻意安排的，就是呢会要搭这个上海的磁浮列车给你看看那另外呢这个300公里高铁速度很快
民众说你可以用高德导航，我还没用过这高导航什么，就是导航了哈，因为他们说大陆呢什么卫星啊什么，到时候打台湾会迷路啊等等哈，说你用这导航看看，看会不会迷路哦，导航清楚得很啊。那另外呢，民众啊也有说了，你到大陆去一定官员都围着你啊，不要乱讲话，不要乱看啊。他说哪有官员？我刚刚还被警察赶。警察说这里不能拍，这里不能拍哦，这个地方是这个，有些地方是可以，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的哈。哪有官员一个没看到哈？那网络也有说，馆长是受邀访问大陆，国台办说我们什么时候邀请他？他自己要来的，要自己到上海来，我们没邀请他哈。所以呢，这个光他抖内的钱，网友就说已经可以付他的旅费了，就已经够了哈。民进党特别要警告他说呢，民进党警告2个，也警告馆长说你不要配合他统战。另外呢，马英九要到大陆出席海峡论坛，民进党说你也不要配合大陆做统战啊。我们看一下，像这样1机、2机、3机、4机，我看很多人看我就是谁呀？干啥呢？搭着电扶梯被直播摄影机簇拥前行。10号晚上，馆长的大陆上海之旅从浦东机场入境。你看这个厕所很 fashion， 而且有门呢，你有没有看到有门呢？天哪，厕所居然有门！民进党真的有病，真的。自己下飞机全程直播，就怕被说有中共官员陪同。我是统战看板呐，什么我身边很多官员呐，哪有官员？的票也是预定的，然后他们是可以直接这样买。舍弃缆车，接着搭乘磁浮列车。这时，馆长的主屏直播在线观看已经超过20万人了。靠背很舒服啊，有靠背啊。这话说得很酸，就是为了讽刺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布布哦，小心你要买哪一个啦，布布。巧心得第，你要买哪一个啦，布布啊？一面搭车一面看留言，馆长接着念出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抖内。虽然直播留言区少不了诸多质疑，还是有许多大陆民众到现场力挺。台湾网红的首趟上海之旅，对任何事情似乎都充满好奇。来，世轩，你们这个年轻世代怎么看？怎么看哦？给你们看的。馆长应该大家回想一下，其实过去馆长对于对岸是非常不友善的，有非常多不要讲说误解了，至少不了解。好，那过去以来他的立场都是一致的。他在机场出发前的受访是让我最有感觉。他说什么？他说过去民进党跟我讲什么我都相信，今天我决定自己去看一看。其实这一次为什么所有的不管青鸟也好，民进党所有的侧翼媒体要使劲的打馆长，最大原因是什么？怕他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旋风。原来对岸是这样子，对岸的政府的体制我们不支持，你可以不喜欢。可是问题是，别人的进步你不可以装没看见。其实这个是台湾现在面临到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我跟大家讲，我身边有很多像以前馆长这样的人啊，整天说对岸怎么样，共居来老台，我们当然严厉谴责。可是你不能讲到说人家什么高铁没靠背啦、吃树皮啦这种很愚蠢的论述，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只是丢人现眼，会显得我们自己是井底之蛙。很多的年轻人，我问他们说：“你们去过大陆吗？”没有。根本没有人去过，他们看的就是在看王义川、看民进党这些人在讲的论述。所以这一次馆长去上海去访问，我觉得更是友谊之旅了。民间的友谊之旅，会让台湾的年轻人去看一看，说，到底是不是如同民进党讲的，别人的进步，如果我们要装看不见，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未来竞争力来讲是很大的伤害。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应该是要看到全世界的进步，不止对岸，美国进步在哪里，大陆进步在哪里，我们从中学习，他哪里做不好的地方，我们也从中反省。可是不可以全部都装没看见。所以这一次馆长去，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不管的这种新媒体的平台上面，其实都是针对很多枝微末节的事情去无限的放大、无限的攻击啊。馆长不敢讲他是哪里人啊，或者是馆长在讲说什么奶茶一杯多少钱？可这个是重点吗？这一次我们现在大家在讨论的重点是，到底民进党现在整天在讲对岸的事情是不是如此？我觉得馆长的直播全程这个公开，其实是一个让台湾年轻人去反思很好的机会。来，玉敏，我觉得这个馆长啊，他这样透过直播，然后让大家更清楚看到现在真正的中国大陆他们生活的样貌。真实的面貌，我觉得这一场直播，坦白讲还蛮成功的。你看27万这个直播观看哦，
我觉得民进党会很担心哈，就是说之前他们讲了很多的谎话，然后呢，这个馆长刻意去戳破这些谎言哦，这一点可能我相信民进党有些名嘴这个玻璃心会碎满地，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讲半天，然后一直讲，结果被他这样子的实境秀就是整个戳破了。那当然，民进党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反制啊哈。我奉劝民进党就是说，你要对岸哈的网红来台湾嘛哈，台湾也有很多好的地方啊，就是要对岸的网红来台湾直播。但是民进党就不做这件事啊！你看这个之前这个交通部的人士，他把这个观光署署长弄掉，他一个理由是说，哎，你没有达到1000万观光的客的人次哦，谁造成的啊？你就不让陆客来啊？我质询的时候已经质询过了，事实上我们今年国际客是有增加的哦，但是为什么就达不到1000万观光客？就少了陆客这个门槛嘛。所以民进党他就是意识形态治国啊，对岸他用军机军舰绕台，这个我们绝对反对。而且我们也是要大声的讲出来，但是人民的交流，包括观光，包括这个整个大学的交流，年轻朋友的交流，这个是对于两岸缓和紧张关系非常有正面意义的。但是民进党也反对，他也踩了刹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请问你民进党要什么？所以馆长这一次去，我觉得有助于两边，特别是年轻世代，他们认识中国大陆的另外一面。要不然他长期如果看这个绿营的名嘴，看绿营的节目，他可能都被洗脑了，他真的会以为大陆的高铁是没有靠背的。人家现在的整个铁路的运输发展比台湾快多了，它将来还会有可能时速高达600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它不断的在进步，在研发它的相关的交通运输工具。那如果我们自己把门关起来，然后用丑话，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他们落后，他们不进步，我们最好都不要跟对岸交往，不要有任何的交流。我觉得这种封闭式的、洗脑式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其实透过像馆长这样网红，他直接身临其境，然后转播出来，真的就是一举戳破民进党的谎言。休息一下再回来。